有什么方法才能确保每吃一口面条都吃到酸菜呢？难道不是把酸菜直接赶进面条里吗？前2天我买了一颗这种东北的酸菜，我今天就来试试看。这个酸菜我已经冲洗了2遍，然后挤干水分了，但其实我也挤不太干，应该说我已经尽力挤干了，还很酸。先来把它切一下，应该这半颗酸菜是用不完的。我这次就主要用叶子的部分吧，我觉得叶子的失败率可能比较低一点点，因为要赶到面条里，所以尽量切细一些。酸菜切到这种程度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，把它直接全部加到面粉里。天哪，怎么感觉酸菜那么多呀？不管了，继续往里面加一点点盐，据说可以增加面条的筋性。其实我人生只做过2次手擀面，而且1次失败，1次还行，所以看到我生疏的手法请不要疑惑，今天这种行为等于是在悬崖上跳舞。怎么回事？我还一滴水都没有加呢，它就已经成了面絮状，搅着搅着感觉我是要做那种蒸菜。没办法了，只好揉一下试试看了。神奇，刚才看着非常干燥，然后一揉它就非常的湿润，感觉里面有很多的水分，搞得现在的问题是太湿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往里面加面粉。朋友们，这已经是第3次加面粉了，它仍然不是一个偏硬的面团，感觉酸菜里有无穷无尽的水分，最后可能会搞出2人份来。揉好了以后还是感觉有点湿，最后再加1次面粉吧，这次加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。揉着揉着已经开始感觉到费力了，说明我在往正确的方向。终于揉好了，光滑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里面有太多渣了。就光揉这点面已经快把我累死了，我要赶紧去休息2分钟，然后让面也休息一会儿。好了，面已经醒了一段时间了，接下来就是继续干力气活。我摸了面团之后，就是还想往里面加干面的感觉，因为凭借我微不足道的经验，能做手擀面的面团应该是要不粘案板的，但这个面团仍然有点粘。没办法了，现在面团已经非常的硬了，我就开始擀吧，看看到时候能做出什么来。感觉今天成功可能不太容易。我觉得有一种失败的可能性是，本来面粉之间是可以粘在一起的，但因为酸菜把面粉隔开了，所以它会全部断裂。不过这么一想的话，最坏的结局好像也就是酸菜面疙瘩粥，好像完美的在我承受范围之内。这么想想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这么薄算薄了吗？它已经大到占满我整个案板了，所以我打算就此收手。我觉得好像已经够薄了，现在看着仿佛是可以做出面条来的样子。希望不要在锅里端成一锅粥。竟然非常的难切，里面好像有那种白菜的纤维在阻挡着你。吃宽面吧，感觉细面更容易失败，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宽面，没办法像一般的面条一样轻松的抖开。但是能走到这一步，我已经很感恩了。从切开的截面也可以看到里面的菜。由于一直加面真的出来2人份了，我就先切一半吧。为了搭配这个酸菜手擀面，我还煮了一锅骨汤，配酸菜面一定很绝。有时候看东北人那种外面下着雪，然后里面炖着肉，然后做个酸菜手擀面的视频，就觉得很诱人。虽然说他们的酸菜手擀面跟我的就是2个物种。来把肉捞出来切一切，自己做就是劳心又劳力，但是就可以把肉切得很厚。完了，朋友们，发生了悲剧，我把这个硅胶夹子的头给切了。但好消息是不是我的手，另一个好消息是它还可以继续用。水开下面条，特地烧了一大锅水，在每个环节都在想怎么降低失败率。还是断了好多，但是能煮成这样已经很好了。但怎么捞起来变那么少啊？然后我的碗好像又有点大过头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来组装一下，把肉加进去，然后再加2片菜叶，最后浇上骨汤。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，对吧？不过每次我看到长这样的面条，
我都会在想，这蔬菜也太少了吧。所以其实我还有一锅蔬菜，也是拿汤煮了一下。虽然它长这样，但它尝起来是有手擀面的那种特点在的，就是吃起来比较的有韧性，然后可以吃到微微的酸味，还挺清爽的。然后白菜的纤维感也完全的能吃到，就是嚼面条的时候，两种不同的口感你可以同时吃到。然后略带酸味的面条就和这种猪肉汤非常的搭。总的来说的话，它的味道虽然还行，但是没有行到我会愿意再那么累去做它一次的地步。而且今天为这碗面也牺牲了太多好吗？还牺牲了一个硅胶夹子。但要是有人和我一样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就是好奇它的味道，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做成面片。做成面片就不存在面条的这种断裂的问题了。然后一开始一定要少放一点酸菜，因为它会不停的出水。后来我把剩下的另一半做成了面片，面片就是在煮的过程中就感觉好像不会失败的样子。吃起来也是面片的酸味更明显耶，像是那种有嚼劲的面片汤。其实我很少吃那么清淡的东西，但这碗面即使没有辣椒和醋，也没有给我那种很腻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的面片就是自带酸味和纤维感，成了一样有点神奇的能解腻的东西。再加上一勺油辣子，完全就是酸辣面片的味道。好吧，对于这种嵌入式的酸菜面来说，面片的形状比面条合适得多。